这头牛看起来没毛病，咖啡色的皮毛富有光泽，两个牛角还有点可爱，但它的主人却很紧张，叮嘱站在一旁的老罗不要乱动。牛晃晃脑袋，农民就赶忙掏出猎枪，牛突然撒开蹄子朝他们冲来，枪声立马响起，一边是倒地不起的牛，一边是面带苦涩的农民，看得老罗目瞪口呆，一头雾水。事情还要从头说起，老罗是个金牌律师。这天有个农民来找他，说他养的190多头牛都被毒死了。起初他们只是变得性情暴躁，之后就开始双眼充血，牙齿变黑，连体内的器官也肿大变异了。农民猜测罪魁祸首就是农场附近的垃圾填埋场，里面一定含有某种有害的化学物质，因此想起诉垃圾场的所有者杜邦公司。可是当地没有任何律师敢接这个案子，因为杜邦是工业巨头，财大气粗。老罗还算有良心，听说这件事后，他实地考察了农场，果然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坟包和一头疯牛，证明农民没有说假话。深受触动的老罗接下了这起案子。这是1998年的美国，老罗坚信法律会还农民一个公道，却不知此案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大化工丑闻，并且改变他的一生。首先，老罗向环保局投诉，可对方的调查报告却说牛大量死亡是因为农场卫生条件太差，苍蝇泛滥成灾。可是现在正下着雪，哪来的苍蝇？老罗怒了，这不就是睁眼说瞎话吗？没想到环保局也被杜邦收买了。接着他牺牲掉所有业余时间，开始调查杜邦，终于在一份资料里发现垃圾填埋场里有一种物质叫 PFOA， 可是他查遍了网络和书籍，也找不到任何解释，就连官方的化学物质监管名单上也没有他的踪影。于是老罗要求杜邦公开所有排放物质的名单，无论有害还是无害，但杜邦高层对此避而不谈，甚至在公开场合羞辱他。 I need to insist on broadening discovery. Sue me! Already sued. Fuck you. Awards dinner. 在法院的压力下，杜邦妥协了，但他们也不是好惹的。你不是想看资料吗？那我就给你几十箱资料，从上世纪50年代的贺卡到历年来的各种表格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杜邦的手段很高明，换别的律师早就退缩了，但老罗偏不，他推掉了一切工作，熬夜加班，废寝忘食，终于将这些资料全部整理归类，并且揭露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： PFOA含有剧毒，不粘锅几乎是家家必备，但你知道它的涂层有多毒吗？长期使用可能让人患上多种癌症，还会导致畸形儿的出现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二战期间，美国人发明了一种叫 PFOA 的化学物质，起初它作为坦克防水涂层非常有效，后来资本家从中发现商机，又将它运用到油漆、织物、雨衣、靴子等等物品中，而杜邦则将它用到平底锅上，并且改名为特氟龙。但是1年后，杜邦发现了不对劲儿，工厂里的工人纷纷病倒，有位怀孕的女工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但只有一个鼻孔和一只畸形的眼睛。为了查明原因，高层将含有特氟龙的香烟分给工人抽，他们照做了，结果全部患上重病，卧床不起。杜邦又用老鼠做实验，这次老鼠们也患上了癌症，并且器官变得肿大，死相难看。按理说，杜邦应该立刻停止特氟龙的生产，并且赔偿工人巨额医药费。可是为了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，杜邦选择隐瞒真相。之后的几十年间，有毒灰尘被排进空气里，几千吨有毒沉淀物被倒进河中，倒不完的就装在桶里，埋在地下。不久后，桶开始泄漏，又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。受伤的不仅是动植物，还有当地3635个患癌的居民。并且像杜邦这种不负责任的企业远不止一家。随着商业的发展，如今全球99%的人体内都能检测到一定量的 PFOA。老罗被这个调查结果震撼了，他争取到妻子的理解和上司的支持，决定全力起诉杜邦，让全世界的人知道特氟龙的危害。接着舆论不断发酵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。环保局以未公开特氟龙的危害为由，对杜邦罚款1650万美元，但这对工业巨头而言只是一点无关痛痒的小钱。杜邦爽快答应了，还承诺会在当地安装净水系统，并成立专门的科研小组，由3名独立科学家负责调查特氟龙对健康的影响。如果确认有害，杜邦将承担所有患病居民的医药费，并且准备235亿美元进行相应的经济赔偿。
但如果证明特弗龙无害，那该案件将到此为止。但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一段时间后，公众的注意力就被转移了。杜邦财大气粗，有钱有闲，根本不在意头铁的老罗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。他们知道，一旦拉长战线，个体就很容易被瓦解。事实也果然如此。科研小组需要抽血化验，但居民们都不愿意被扎针。为了案件能顺利进行，律师事务所自掏腰包，承诺每个参与抽血的人都能获得$400的奖励。这招果然奏效，当地所有人都参与了抽血。本来老罗信心满满，觉得真相马上就能揭晓，可是调查结果一拖就是7年。期间，3位科学家杳无音讯，老罗从孤胆英雄变成了罪魁祸首。最初求助他的农民因病去世，他的妻子也遭受着癌症的折磨，不再对案件抱有希望。由于受到起诉，杜邦关闭了在当地的工厂，无数人失业，他们都将仇恨转移到老罗身上，质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了，调查结果还没出来，是不是在耍他们？老罗无法回答，他也想知道答案。为了应付这起案子，他推掉了其他工作，工资因此缩水了1/3。律师事务所也因为入不敷出，濒临破产。长期的精神压力让老罗患上了中风，需要吃药控制病情。他没有精力关心孩子的成长，也忽视了默默承受一切的妻子。家庭危机一触即发。为了心中坚信的正义，老罗赌上了自己的前途。但7年来，没有一个人感谢他，哪怕他累到住院。就在他疲惫不堪，开始怀疑一切时，一通电话打来，老罗终于沉冤得雪。Who is this? Oh, yes, of course. It's Dr. Karen Frank from Science panel? 科学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，特弗龙会造成多种癌症和并发症。在参与抽血的人中，有3635人患癌，还有无数潜在患者。You did a good thing here, Mr. Blood. You did good. 铁证如山，但是考虑到巨额赔偿金，杜邦选择单方面毁约。事实上，当地早已被这类大企业操控了，媒体和有关部门对此一言不发。They want to show the world it's no use fighting. They want us to think it'll protect us, but that's a lie. 缠绵病榻的受害者只能继续上诉，或许要打上好几年官司，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赔偿。所有人都崩溃了，但老罗还没有绝望。他想起了农民当初说的那句话：“你不能倒下。”他决定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，一个人为3635人诉讼。2015年，第一起官司打响，老罗为受害者争取到$160万的赔偿，接着是第二起560万，第三起1250万。最终，杜邦支付了$6.770亿，与全部的3635起诉讼进行了调解。老罗胜利了。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。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，但当使命降临时，有人选择知难而退，保全拥有的一切；有人却迎难而上，为了信念甘愿倾其所有。大多数人都是前者，但当我们遇到老罗这样的人时，一定别忘了说一句谢谢。Oh, still here, huh? Still here. 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鲤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